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8月17日，一则李玟生前控诉《中国好声音》节目不公平，并且表示自己受到了威胁、打压和侮辱的录音被曝光。录音中信息量巨大，让网友们悲愤交加，纷纷为李玟打抱不平，更是痛斥《中国好声音》节目组黑暗。8月18日，录音内容持续发酵，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一则《中国好声音》节目录制现场，李玟和工作人员发生争执的视频。视频中的李玟激动地站在导师椅的前面，说着：“你找一个人来解释给我听。”疑似是正在控诉赛制的不公平。从视频中可以了解到当天发生的事情，和此前公布的录音中李玟对这件事的描述基本一致。李玟问工作人员，为什么最低分的那个73分的人有机会可以再比一次，再为自己争取一次留下来的机会，而自己的学员明明取得了88.3分的成绩，却没有可以留下来的机会。视频中，李玟当着众多观众的面直接质疑导演组的赛制，为自己的学员据理力争。现场的观众也被李玟的认真和负责打动，纷纷大声喊着 Coco 我爱你，来表达对李玟的支持和喜爱。最后可能是担心有观众在，有些潜规则不能说，所以导演组很快安排观众们撤离。大家可以清晰地听到工作人员对李玟说，我们什么事不要放在台面上说，而李玟也直言，你们什么都会剪掉，我说的是事实，你们当然都会剪掉。整个视频成为了佐证李玟录音真实性的有力证据。一时之间，有关于李玟受到中国好声音节目组打压、威胁和侮辱的话题被网友们广泛议论，大家纷纷声讨中国好声音节目组和制作出品该节目的浙江卫视。曾经关于中国好声音节目组的种种争议也被扒了出来，比如陈奕迅就曾在参加某节目的时候提到，有一个学员唱歌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按，可是时隔多天之后，那个学员再次站上了舞台，刘欢按了键，导演组还让陈奕迅和那英按一下。随着舆论的发酵，中国好声音节目组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则声明，称网络平台上散布录音的行为是对逝者的不尊重，严重损害节目形象，我方表示强烈谴责，并且将当初的事情定义为误会，美化自己出于对逝者的尊重，不再对此事过多解释。这份声明可以说是冠冕堂皇，不仅网友们觉得避重就轻，毫无歉疚之意，连艺人张伦硕都忍不住在社交平台发文表达自己的态度，用一个表情包说出了自己看了声明之后的心声，那就是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一时掀起千层浪。面对着中国好声音恶劣的态度和浙江卫视的不作为，网友们也不再客气，将过往浙江卫视的种种争议重新翻了出来，让大家看一看浙江卫视的真面目。不仅仅是中国好声音节目组，其他浙江卫视综艺节目的节目组都是如此。张杰曾经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被要求与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对吹气球，导致了张杰昏厥晕倒，面部磕到了桌角，因此受伤。此外，浙江卫视的节目尤其喜欢让嘉宾挑战不可能，让怕水的迪丽热巴接受惩罚一事只是冰山一角。当初赵丽颖参加跑男录制的时候，节目组明明知道她不会游泳，还安排了水上的比拼。在录制水上比拼的时候，赵丽颖也被要求参与其中。当时的她并不会游泳，到了泳池之中，自然是有很大的危险的。有网友扒出节目中赵丽颖疑似溺水，当时播出的画面中，一边是激烈的比赛，一边是在水中不断扑腾的赵丽颖。不过知情人士表示，赵丽颖在节目中一共落了2次水，第一次是杨颖将其拉了上来，可以看到赵丽颖在水里扑腾着，杨颖就在其最近的位置，发现赵丽颖落水后，杨颖很快将其拉了上来。第2次落水，赵丽颖已经被淹得看不见人影，当时杨颖背对着她，显然是看不见。离赵丽颖最近的的确是郑恺，只是当时大家都沉浸在绿队胜利的喜悦当中，现场也是一片混乱，没有发现也不无可能。不过众所周知，节目在录制中，现场其实有大量的工作人员和无数台摄像机，用来观察嘉宾的情况，绝对可以洞悉到赵丽颖的情况，可他们却视若无睹。要知道，李玟摔倒后，节目组依然没有停止录制，可见赵丽颖落水也极有可能是他们为了收视而故意拖延时间不救。这一次是赵丽颖第1次去奔跑吧，也是最后一次。
另一位在奔跑吧中遇到生命危险的85花顶流，则是奔跑吧的老卡司杨颖。杨颖是跑男的10届元老，录制了无数期节目，其中也不乏一些高强度和危险系数高的游戏，但有一次却几乎危及到生命。有一期节目中，杨颖被大球撞飞好几米远，约了好几十分钟，敬业的 baby 醒来后马上录制第2遍，摔得轻了很多，节目组也只播出了第2遍。现场的粉丝心疼杨颖，去和节目组理论，还把第1遍的视频发了出来，结果视频被下架，讨论被压热度，甚至还被买通稿说杨颖玩不起。这件事情除了现场老粉鲜为人知，杨颖事后去医院才知道手指已经骨折，造成终身不可逆的损伤。当时杨颖产后不久，黄晓明心疼爱妻去理论，也被买热搜说夫妻耍大牌。可了解黄晓明和杨颖的都知道，黄晓明每捐款都冲在第1位，杨颖更是出了名的敬业。能让两人如此抓狂，一定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如今杨颖已经逐渐淡出蓝台，成为芒果台的宠儿，黄晓明和蓝台的交集也越来越少，想必也是被平台寒了心。由此可见，对有人气、有热度、有强大的粉丝基础的小花旦尚且是这样，那么对明星身边的工作人员这种素人就更是毫不留情了。在录制《中国新跳跃》的时候，释小龙的随行人员就因为溺水而丧失了生命。当时浙江卫视通过社交平台发文称，释小龙一名随行人员不慎意外溺水，抢救无效宣布死亡，我们感到非常惋惜和痛心。节目组和各方正在积极处理善后事宜。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样被定义、被翻篇。浙江卫视的发文中甚至没有一句歉意，通篇都是推诿责任。人死之后，他们一边非常惋惜和痛心，一边极力的想把自己身上的责任撇清，似乎丝毫不为有人在节目录制过程中发生意外而觉得内疚和抱歉。除了释小龙的随行人员之外，还有一个人在录制浙江卫视的节目时发生意外，失去了生命，他就是高以翔。当初高以翔因心源性猝死离世一事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那时候的浙江卫视和追我吧节目组依旧是用一纸声明来解决问题，声明中有着大家非常熟悉的字眼，比如无比痛心和万分悲伤，共同妥善处理善后事宜。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在参与节目的时候因种种意外而枯萎，但是不管是电视台还是节目组都没有吸取教训，就保持着希望艺人在节目中突破自我的态度。有网友爆料称，张新成的手臂疑似就是在录制浙江卫视的节目时候受伤的。一次意外尚且让人觉得难以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意外如何能不让网友们愤愤不平呢？浙江卫视有钱豪横，请得起大牌艺人，但是如果一直连尊重艺人意见和保护人身安全这些基本的事情都做不到的话，那么他还能持续多久？目前越来越多的好声音学员站出来曝光好声音内幕，如第1季刘欢组的学员徐海星，他称自己当年就遭到了来自艺人总监葛亮的威胁，若不签约指定公司，徐海星这辈子从今天起就毁了。而通过李玟被职场霸凌，我才终于明白金星、陈佩斯等人曾经说的是什么。2014年，陈佩斯做客访谈节目《老友记》时曾明确表示，自己是中国好声音的忠实观众。那时的中国好声音刚刚播到第3季，观众们正看得起劲儿，根本不相信有黑幕这一说。然而陈佩斯却在采访中直接表示，自己很佩服哥几个的演技，他们精湛的默契配合，就连话剧舞台上都很难超越。后来才发现，陈佩斯大师这里说的表演真好，默契的配合，说的是导师在导演的指使下转身，然后几人面上互相抢学员，实际上却不想要。评语既要让观众相信，也要让学员、导演满意，还要将自己的真实想法传递给几个导师。当年录制《中国新歌声》第2季时，作为导师的陈奕迅就遇上过这个问题。相比于陈佩斯大师，早在中国好声音第2季时，孙红雷就曾公开嘲讽导师们好，别演了，求你们。但相比于陈佩斯来说，孙红雷并没有指名道姓。尽管多年后在采访中提起此事，他也表示自己喜欢中国好声音，但也骂了导师愚蠢。其实很多人都有所不知，浙江卫视早在13年前就把暗箱操纵、霸凌导师玩到炉火纯青了。2010年，金星参加了浙江卫视非同凡响的录制，在节目中担任评委。
即使最初金星是不乐于去蓝台录制节目的，因为在他印象中，蓝台内部很乱，制作手段低劣。但由于好朋友曹启泰的力邀，金星便给了个面子。然而在节目比赛录制到5强时，金星发现了重赛赛制的不公平性，便公开质疑节目组，并用退出比赛来制约节目赛制的公平性。然而半个月后，等待金星的却是被节目组开除，原因是其为变性人。拿变性来说事儿，这是金星不能忍的。于是他在一次采访中密集性的爆料了浙江卫视的黑幕。例如在非同凡响总决赛，台里想要操纵票数，录制节目期间，蓝台总是乐于拿别人的痛处和隐私来炒作热度。更可气的是，有的人没有痛处和隐私可炒作，那就通过剪辑制造热度。例如2017年《演员的诞生》中，袁立在拍摄休息、补妆间隙和好友们的互动，被剪辑到正片中，成了一个不懂礼节、精神错乱的疯子。若不是袁立亲自站出来解释，可能至今我们都被蒙在鼓里。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小到学员、实习生，大到顶流，都曾在蓝台遭受不公，实在令人气愤。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或许他的报应已经来到。在李玟录音曝光引起舆论后，中国好声音的母公司星空华文股价跌幅超过20%，仅仅半天时间，该公司市值便蒸发了100亿港元。湖南卫视和浙江卫视作为中国的娱乐大户，前者已经在2021年接受整治，如今朝着正能量的大势发展。相信经过李玟事件过后，浙江卫视也会迎来一次大整治。浙江卫视中国蓝是时候变色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请多多订阅和关注，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